Seniors are loving me, and I love them. Of course, I'm not a senior, so I cater to the seniors, but I don't happen to be a senior myself. Thank you very much. 2026年4月，继白宫宴会厅改造叫停后，特朗普继续公布巨型凯旋门建造方案，由他亲自选定人员，组成美国美术委员会审查，预计高达76米，建成后将超越平壤和巴黎，成为全球最大凯旋门。4月9号，因临时停火谈判，以色列解除战争紧急状态，法院决定12号恢复对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案审判。同一天，美伊谈判破裂，特朗普宣布主动封锁伊朗的封锁线，以阻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完全中断，引发舆论哗然。一片混乱中，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接近结束。大家好，这里是爱美 TV 星辰。提前声明啊，懂王哥霍尔木兹海峡建收费站这事儿真不赖我啊，我随口一说，哪知道他真干呐。现在伊朗抵抗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法国了，这仗越往后打呀，我就越觉得新三国明明是神作呀，为什么那么多人嘲笑呢？你看懂王速通马杜罗后再现伊朗泥潭，典型的胜兵必骄，骄兵必败，败兵必哀嘛。再看如同孩子斗气的他封锁，我也封锁。还有董王最新金句，如果我不是总统，世界将会支离破碎。这不应了曹操那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都对上了吗？现在问题来了，在这个全营时代，这场封锁到底是董王妙计安天下，还是伊朗战至最后一刻自刎归天呢？转发加点赞，这就是胆小鬼游戏，听川皇说。You are strong enough, evil will overcome good, aggression will overcome moderation. انسان شریف روی کار آمد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کوتاه نخواهد آمد. 特朗普是外行。特朗普是个外行。We win.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we win. 4月10号，川皇派遣副总统万斯、女婿库什纳和伊朗议长在巴基斯坦举行停火谈判。原本董王剧本都写好了。Is it okay? The big deal? So if it doesn't happen, I'm blaming J.D. Vance. If it does happen, I'm taking full credit. 应该说，对于这次谈判，全球寄予厚望，连日本都跳出来蹭了一波热度。日媒言之凿凿说，日本是全球唯一能与伊朗理解对话的国家。结果配的画面是19年老哈梅内伊会见安倍晋三，好嘛，真就阳间停火，靠阴间人脉是吧？没想到美伊双方一个要川菜不放盐，一个要豆腐脑吃甜。伊朗要美国解冻资产，美国往海峡擅闯军舰，互相辟谣，各自打脸，甚至由巴基斯坦传话纠偏，刚开聊就传出梅拉尼亚与爱泼斯坦的伪造照片，第一夫人还站出来澄清全是谎言，主打戏剧性拉满，搞笑程度上天。至于成果嘛，不能说富有成效，只能说各执一词啊。在长达3分半的记者会上，头发微散，眼线变淡，万副总统表示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为啥呢？他的说法是美方明确告知伊朗红线是不准拥核，但伊朗竟然不许。我没记错的话，2月老哈梅内伊通过阿曼与美国谈的条件，就有伊朗同意永远不拥有可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星辰，我要是记者，高低得问一句：老哈梅内伊去哪儿了？相比之下，伊朗的表态比美国就清楚多了。美伊谈判存在3项原则性分歧，美方要求伊朗将风度60%的浓缩铀全部运出境外，剥夺伊朗未来20年所有铀浓缩权利，还要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与管理利益均分。好嘛，又是最美幻想啊！眼看伊朗不给面，12号董王龙颜大怒，果断宣布即刻起，美国海军将封锁海峡，并在国际水域拦截查验一切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船只。怎么说呢？我觉得万斯说没有达成共识完全错误，这俩都要封锁海峡，
二，都说责任全在对方，怎么不算共识呢？其实董王打着算盘我懂，作为一个不占便宜就算王八蛋的男人，他不想被伊朗这张霍尔木兹海峡牌困住。比如美方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说我关海峡；美国说黎巴嫩停火不属于停战协议，伊朗说我关海峡；美国要求海峡收益55开，伊朗又说我关海峡。无论美国说啥，伊朗就一句话，我关海峡，这还怎么赢？咋办呢？有这样一个经典笑话啊，小偷看见一辆自行车，但怎么都撬不开锁，最后气急败坏，又加了一把新锁。我偷不到，你也别想骑。哦，对啊，这辆车还是辆共享单车。没错啊，董王决定走伊朗的路，让伊朗无路可走吧。我也疯啊！各位先别急着发问号，更搞笑的来了。考虑到伊朗的船呢不用给自己缴纳通行费，董子第一道命令相当于伊朗的船可以畅通无阻，专拦盟友和第三方。这确实像是大阿亚图拉川普能干的活啊！好消息是，天兵擅改川皇圣旨，把 bug 修复了，改为只拦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坏消息是，伊朗搁家门口只要是个小摩托就能放，美军得不远万里派军舰。抛开成本不谈，靠太近容易挨导弹，太远呢又堵不住，闹出阿曼湾竞速赛那可就丢人了。等会儿拉一个上千公里的封锁线需要大量护卫舰，星座级造好了吗？你就疯。好消息是，封锁海峡将严重打击伊朗财政，天兵还有个看家法宝正好派上用场，滨海战斗舰，这变废为宝了，属于上。坏消息是，即便战术封了海峡，但也没办法实现川普稳定全球油价的目的。众所周知，封锁时间越长，油价越高，油价越高，舆论压力越大，舆论压力越大，封锁时间越短，所以封锁时间越长，封锁时间越短。现在伊朗手上最大的牌只有封锁海峡，但打出这张牌呢，又会与两张现金卡联动，一张是全球谴责盟友跳反，失去道德高点，进而触发另一张牌，与世界为敌，众叛亲离。没想到特朗普大手一挥，这颗锅真扛了。我有一计请伊朗静听，要不你反向操作一把，美国封锁，我开放，每天放个10几艘，检验一下天兵封锁力度，还不能开太久让董王爽到1周就够。现在我要问出本频道那句最经典的问题，代价呢？一句话总结董王这一招的效果，每捅伊朗1刀，相当于同时捅盟友5刀，顺便再扎自己1刀，责任呢还不用伊朗负，反手又给奄奄一息的大俄猛灌几个大血瓶，太牛了！这种自毁长城的打法我第一次见请各位把离谱打在弹幕上。据国际能源署报告，3月份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从2月的97亿美元暴增到190亿美元，翻了1倍呀！人在家中躺，路虎天上来的金子表示我谢谢你8辈祖宗，日韩欧美也纷纷表示我也谢谢你8辈祖宗。据冯德莱恩的说法，本次能源危机导致欧盟额外增加220亿欧的能源开支。4月，由于从原油提取的石脑油短缺，塑料制品面临供应不足，韩国的医疗手套、注射器、输液带等医疗物资都出现短缺，甚至因以石油为原料的聚乙烯短缺，导致首尔厂家大幅减产塑料制品，引发韩国民众开始垃圾袋抢购潮。原本对电车不感冒的澳洲，因油价暴涨导致3月电动汽车销量比上月猛增42%，达到15839辆。比亚迪更是首次以7217辆成为澳大利亚销量第3的汽车公司，仅次于丰田和起亚。克拉斯诺夫同志不愧为克格勃第一间谍他真的我哭死。可能有人会说这美利坚是石油出口国这里我提醒一下，美国呢是市场经济，石油不是国家的，而是石油大亨的哈耶克的大手，你懂吧？当全球油价暴涨，你猜巨头是会高价把油卖给大客户赚得盆满钵满，还是本着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打折卖给美利坚人民？我不小心查了下，韩国加油站汽油均价从2月底的1691韩元每升涨到了4月的2000韩元每升，涨幅约15%。美国呢，从2月28日的2.98美元每加仑涨到4月初的4.02美元每加仑，涨幅25.8%。再小提一嘴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3%。可能有人会好奇这样中期选举不要了？对，不要了，双输好过单赢。我川宝纯不蒸馒头争口气。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为什么都是小孩呢？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哎，别急，还有高手呢。董王啊，还偏挑影响最大的春耕时节动手。霍尔木兹海峡是化肥尿素的重要输送渠道，恰好美国呢又是农业大国。自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基准尿素价格已暴涨44%。小提一嘴，毛子还为全球第一大化肥出口国，主导地位甚至超过油气，坐拥全球23%的氨出口和14%的尿素出口，与白俄罗斯共同掌控40%的钾肥市场。3月底，俄罗斯刚宣布暂停硝酸铵出口，优先保障国内生产商。那世界第2大化肥出口国是谁呢？答：中国。4月11号，董王刚对农民喊话，要压低全球化肥价格，绝不接受化肥行业对美国的价格欺诈。结果第2天就封海峡啊，主打一个每天2眼一睁，把昨天都作废啊！啥？你说伊朗也难受？不是，堂堂世界霸主，你和人比点啥不好啊？这是准备拉上共和党票仓和被制裁几10年的朗子，比谁更吃苦耐劳吗？有道是商鞅知马力，比干见人心。这时候盟友依旧不帮忙啊！特朗普刚自行宣布，英国和其他数国会协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拍雷。英国首相斯塔默马上又站出来打脸，英国不会参与特朗普对海峡的任何封锁行动，而是准备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领袖峰会，以保障航行自由。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更是直接摆烂啊！最便宜的能源当然是我们不使用的能源，忠义忠教，不用能源不就不缺了吧？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会谈闹翻，看海峡刚开又关；下联封锁加倍，望油价有升无坠。弹幕里的刘亦菲可能要问了，董王这把是自己一尿床，全世界遭殃，怎么收场呢？比较离谱的是啊，在各方操作下，现在情况居然实现了一个 bug 级的3方共赢。首先，特朗普宣布赢了，因为下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迎来2月28日以来通行量最高的一天。其次，15号美军宣布完全切断伊朗海上进出口贸易，还拦截8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美国赢，进口国有油用了，更是赢上加赢了。最后，伊朗也宣布赢，因为美军改成拦截在伊朗港口停靠的船只。而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伊朗在海峡外囤积了约 1.6亿桶已装船石油，压根儿不用停靠港口。况且影子舰队这么多年了，要能拦截早拦了。4月初，一名华尔街分析师拿着 1.5万美元和一部150倍变焦的小米手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边上的渔村，靠肉眼数发现大量油轮关闭 AIS 系统通行，海峡封锁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当然了，董子兵法有云：兵者，可见也。若己不知所为，则敌莫之。是谓隐无常形，胜无定法，随意皆赢，故天下莫能与之敌啊！既然一个事儿没法收尾，那就闯个更大的祸，转移视线呗。12号，由于罗马教宗不点名骂了句那些发动战争手上沾满血的政客的祈祷，上帝是不会听的。结果董王直接对号入座，发文狂喷教宗良师四世，忘恩负义，打击犯罪，软弱无力，外交政策糟糕透顶。如果我不在白宫，他也去不了梵蒂冈。要知道教宗啊是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领袖，在美国天主教徒中支持率高达84%。即便与董王关系良好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立刻发声明谴责特朗普攻击天主教教宗，无法接受。于是川普立刻将炮火转向梅洛尼，指责他缺乏担当，令华盛顿十分失望。嘿，您猜怎么着？也许是骂得上头了，董王没过瘾，你是教宗又如何？我还是上帝呢？是的，他真这么干的啊！转天就整了个大火 ，AI 化身耶稣。哎，这躺着这人怎么那么像爱泼斯坦呀？不重要啊！最终在一片批评声中，董王他扣的有点滑稽，发完没多久就删了。被记者问起，还表示：“哎呀，那不是耶稣，是红十字会医生救人的画面，只有 fake news 才能看成是耶稣。”更黑色幽默的是啊，在川普攻击教宗后，伊朗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出来谴责特朗普，还没完呢，甚至一国总统啊，居然还能如跳梁小丑一般去网上跟人对喷。14号，董王继续大骂英国，欧洲急需能源，但英国却拒绝开采全球最富饶的油田之一北海油田，别再搞什么风力发电机了。而此前，包括保守派名嘴卡尔森在内的4个曾极力支持董王的玛嘎网红反对发动伊朗战争，董王随即发小作文破口大骂，称他们智商低，是一群蠢货，主打一个张嘴厚礼谢，喷遍全世界。哎呀，太抽象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What is going on?
You'd have to ask a psychiatrist. 现在局势已经进入垃圾时间。14日，董王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称，没有考虑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因为没必要。同一天，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又表示，伊朗战争非常接近结束。2天后，董王又宣布即将解决第10场战争，黎巴嫩和以色列实现10天停火，还自行帮伊朗发了个同意不拥核声明，甚至可能亲自前往巴基斯坦签署和平协议。话音刚落，防长赫格塞斯宣布启动经济狂怒的行动，对伊朗施加最大化的经济压力。最离谱的是，当天海排长专门在五角大楼为美军祷告，但念的祷告词居然他妈是假圣经，还不是错字啊，而是错用了电影低俗小说里杀手的装逼台词。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man is beset on all sides. And is beset on all sides by the iniquities of the selfish and the tyranny of evil men. By the iniquities of the selfish and the tyranny of evil men. 不懂就问啊，这样祷告，上帝还保佑你们吗？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可能在一瞬间变化。他还称，美伊谈判后，副总统万斯向他汇报了情况，正如本届政府官员每天做的那样。说真的，都给我折腾出审美疲劳了。不要试着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新闻，不然容易成神经病了。据今日美国报道，部署中东的天兵日子也不好过，食物短缺，舰上正在实行配给制。地理波里号的陆战队员给家人发的用餐照片，只有1小勺肉丝和1张玉米饼，没有新鲜蔬果。林肯号航母上的晚餐照片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去。军属们和退伍军人协会向邮寄慰问包裹补给下士兵，这点箱子光运费至少要540美元。雪上加霜的是，4月起中东邮政被暂停，导致无法送达。哎呀，感觉用不了多久啊，特朗普要对伊朗启动无能狂怒行动了。而在世界另一个角落，曾经喜迎王室的委内瑞拉，在马杜罗被捕3个月后，通胀率已经从2015年的475%飙到600%。4月9日爆发全国性抗议，在所谓拿下委内瑞拉后，特朗普在伊朗问题又会怎么收场？且听下回分解。I am retired. We're asking for wages. We have gone almost 4 years without receiving a single cent, and now they come and spray us with pepper gas. How is that possible? Are there first and second class Venezuelans here?